夫人，我要纳妾。大郎，请喝了这碗药。你疯了！老子跟着皇上打江山的时候，脑袋别裤腰带上。如今封国公了，那个侯府嫡女怎么了？老韩他们家大字不识的泥腿子，都娶了伯府姑娘续弦。大郎别急，你听我说完。20年前，他兵败逃进山里，我揣着2个窝窝头走了1天1夜去寻他。找到他的时候，人已烧到昏迷。等老子发达了，让你做诰命夫人。如今我是诰命夫人了，然后呢？他站在我面前，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，告诉我他要纳妾。38岁的我陪他吃了半辈子苦，是该享享清福了。于是，在我39岁这年，我决定当个快乐的寡妇，享受美好的人生。思绪回笼，我脸上已堆起笑。大郎辛苦半辈子，是该享受了。17从军，20余年百余战，封国公受玄节，别说什么侯府嫡女，就是宗室郡主也配得。夫人，你这是同意了？我为何不同意？大郎功成名就，我在家受人尊敬，靠的是谁？还不是大郎拿命换来的。我嫁他那年，他是个破落户，我是乡下丫头。他出征，我缝寒衣；他受伤，我熬草药。婆婆瘫了3年，我没让他操过1天心。夫人，你放心，我就算娶100个贵女，你也是大妇，谁也越不过你去。大郎认我的好就行。认，必须认。那我也跟大郎讨个定心丸。长子成业19了，跟着你在军营历练3年，我想请封他为世子。应该的，我明儿就上书。还有一件事，请大郎喝了这碗药。这只是绝子汤。周氏今年18，曾经的侯府嫡女，金尊玉贵长大的。这样的人嫁给你做妾，图什么？图你年纪大，图你脾气糙，图的是你的爵位，你的权势。可周家打错了算盘，你顾长风的爵位是拿命换来的，传给谁得你说了算。你喝下这碗药，往后周氏进门生不下孩子，就不会动歪心思。等他发现生不了，闹起来，你只管往我身上推，说是我这个杜父干的，你干干净净，全是我的错。可反过来想，周氏进门投胎生了儿子，他会不会想，凭什么我儿子不能袭爵？他金枝玉叶给你做妾，凭什么他的儿子要低程业一头？时候他闹，他家人跟着闹，御史猜你宠妾灭妻，皇上骂你家务事都理不清。唉，你打了一辈子仗，临老还要跟女人斗心眼。咱们的儿子成业从武，成平从文，如今正是关键期，可不能因为这么个玩意儿影响了孩子们的前程。请大郎喝了这碗药。我喝。你说的对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凭什么老了还要被女人算计，想让他们外孙袭爵？做梦！是了，咱们的3个孩儿也跟着你东征西讨，吃尽苦头，这国公学位自然要让咱们的儿子享受。还是夫人想得周到，我绝不会学别人宠妾灭妻，夫人且信我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大郎绝非鲁大那等忘恩负义之人。鲁大，那个泥瓦匠出身的粗人，琳琳跟着他受了多少罪？等他功成名就，却迎娶了落魄文官千金的妾室进门。上个月我去镇北侯府看望昔日的好姐妹琳琳，3个月不见，人已瘦脱了相。琳琳孤零零躺在床上，脸色蜡黄，气若游丝。她握着我的手，泪如雨下。升官发财死原配，这就是咱们的命。当年她跪在雪地里，重伤额头，给她丈夫求来一剂药。如今她躺在这儿，无人问津。男人在妾室床上夜夜笙歌，陪她吃尽苦头的糟糠躺在床上，一个人发魔发烂。那妾室进门第1天穿了一身红，我男人说他一个孩子不懂事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后来他天天不懂事，把我的燕窝吃了是不懂事，当着客人的面顶撞我是不懂事。我只会男人让我多担待，那妾室还诬陷我让她流产，可她根本就没怀孕。但鲁大这个睁眼匣子，二话不说，一巴掌就把我打倒在地，不但骂我毒妇，还禁了我的族，削了我的管家权。对门定国侯家那个母老虎，男人要纳妾，他一刀劈在门框上，满城都骂他杜妇。可他的男人天天只娶了他一人，我这个贤妇却被这贱人败得苟延残喘。顾长风要是也动了这心思，你千万别让那些前朝贱人进门，他们摔进泥里了，逮着根稻草都要往上爬，什么手段都有，什么脸面都不要，咱们斗不过的。方才那段话似乎抽干了他所有的力气。幸好顾长风不是那样的人，你福气好。当时我只是对着他苦笑，
可琳琳不知道，近来顾长风看我的眼神也开始变了。从前是看共患难的伙伴，如今是看一件旧衣裳，没破还能穿，但不够鲜亮了。他想穿新的。他并不觉得那些贵女看他像看一块肥肉，他觉得那是他应得的。功成名就了，该享受了。至于我，不过是挡路的石头罢了。周氏什么时候进门？周氏什么时候进门？等程烨受封世子后，就让他进门如何？我现在就去写请封折子。18年前他出征，我站村口送他，他一步3回头，那时他眼里全是我。如今他眼里只剩下演都不会演的嫌弃。这样的人只能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去把账本拿来，明儿开始，家里的产业你学着管。娘，爹不会同意的。他会给的。他喝了那碗药，心里那点愧疚还没散，趁这功夫把家中产业捏过来。往后他想纳多少贵女，都由他去。38岁，身子骨硬朗，长子可倚仗，太儿子读书好，小闺女乖巧。从今往后，我要为自己活。周氏进门时，我的长子程烨刚受封世子，他跪着敬茶，眼睛却像刀子剜过来。周姨娘似乎不服气，夫人误会了，妾能服侍国公爷，高兴都来不及。是因为世子册封早了，你不高兴？夫人误会妾事了，夫人长子封世子，妾怎会不高兴？夫人，见好就收。好了，刚才逗你的呢。我家国公爷今年40有3，又是个大老粗。你一个29年华的千金贵女，为何甘愿给国公爷做妾？是真心爱慕我家国公爷，还是贪图国公府的富贵？妾身自然是真心爱慕国公爷。虽然这家伙是个大老粗，但自知之明多少还是有些的。目的达成，我见好就收，故意赏了他一对廉价的镯子。赏。虽然顾长风对周氏带着戒心，但并不影响他安然享受这份周到的伺候。对于顾长风这种苦了半生的大老粗而言，高贵千金的温柔体贴与善解深意，无疑是一把刮骨钢刀。不出所料，顾长风很快便陷了进去。院子住的可还习惯？明日我破例告个假，陪你回趟娘家。妾身多谢国公爷疼惜。夫人，您看看这账单，周一阳那院子花钱简直如流水，不仅单独辟了园落，连出入的轿子、使唤的奴仆，排场都快赶上您这位正室夫人了。既然国公爷喜欢，由着他便是，不必阻拦。明日你去库房，再挑几匹上好的苏绣绸缎，配上一套成色极佳的红宝面，给周银江院里添枝过去。您不管就算了，怎么还上赶着往里头填东西？周氏站稳脚跟后，果然拿着廉价镯子来做文章。堂堂国公夫人，怎么给妾室送如此廉价的镯子？你也不怕被外人笑话？大郎，你忘了吗？这对手镯还是当年你做总旗时得了赏赐，特地买来送我的，是妾身的不是。夫人与国公爷是共患难的夫妻，自然是妾身无可撼动的。可国公爷跟着皇上打江山时，必定是最黑暗的岁月，寻常人都不愿再回忆。夫人又何必总勾起国公爷的伤心事呢？周氏说的对，你总拿以前的事说事，不就是想让我愧疚，以后那些往事不要再提了。26年的夫妻，刀山火海都过来了，如今连提都不能提。你敢打我？周氏，你们周家一朝落难，我原还觉得可怜，今日才知，你们落得这下场，一点都不冤。夫人何意？他说你那段日子黑暗不该再提，可那段日子是谁陪你的？是我。刀山我陪你闯的，火海我陪你烫的，如今你功成名就了，那段日子就成了黑暗伤心事，不该再提。那我问你，皇上若也这么想呢？皇上坐拥天下，看着你们这帮前底旧臣，大字不识，行为粗鄙，动不提当年一起挨过刀的日子，皇上是不是也觉得烦？是不是也觉得那是黑暗岁月，伤心往事不该再提？而那些前朝旧臣，斯文儒雅，进退得宜，从不说这些。他们日日陪着皇上谈诗论画，温言软语，天长日久，皇上看你们这帮粗人，是不是越来越不顺眼？大郎，你嫌我提旧事让你愧疚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周氏让你厌弃旧事，不是因为心疼你，是想把你的根挖了。你的根是什么？是从龙之功，是26年的出生入死，把这些都挖了，你算什么？一个粗鄙不堪的大老粗罢了。到那时，谁能陪皇上谈诗论画？周家人。谁能哄皇上开心？周家女。他恨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这帮泥腿子。要不是你们跟着皇上造反，他还是高高在上的侯府嫡女，如今却要跪着伺候你，他心里能服？他动不了你的爵位，就动你的脑子，让你厌弃糟糠，让你忘本，让你和那帮老兄弟离心。等你们一个个都成了孤家寡人，他们周家就回来了。你血口喷人！
我血口喷人，那你发誓，你心里没有半分怨恨？你伺候他的时候，没想过凭什么？你伺候他的时候，没想过凭什么？我一个刀山火海闯出来的乡下妇人，有的是力气。国公爷，妾身冤枉，妾身真的冤枉啊！大郎，当年皇上在瓦子坡被围，你们三针死战3天3夜，活下来47个。皇上说这辈子忘不了你们的恩。如今呢？那些前朝酸丁日日陪着皇上吟诗作对，温言软语。天长日久，皇上再看见你们这帮粗人，会不会也觉得那段日子太黑暗，不该再提？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这话你听过。若有一天，皇上也觉得你们这帮老臣碍眼了，也想换一批私卫人伺候了，大郎，你寒不寒心？你将心比心，我陪你吃了26年苦，刀山火海都闯过来了。如今你为了这么个玩意儿，就要挖我的根，戳我的心，大郎，你于心何忍？滚回你院子去！没我的话，不许出来！夫人，往后这些都归你管。大郎，你要纳妾，我让你纳；你要享受，我让你享。但有一条，别动我的根。我的根是26年苦日子熬出来的，谁想挖，我跟谁拼命。我自知以人老珠黄，粗鄙不堪，自不会跟新人争风吃醋。你不怕被天下读书人耻笑戳被子骨，大可休了我这个糟糠妻，娶你心仪的贵女进门。夫人，这是哪里话？我绝不会做那等忘恩负义之事。但我知道男人在愧疚下的保证做不了数。顾长风冷落了周氏几日，终究架不住思念，夜深人静时又去了周氏府中。这是杨氏，这是黄氏。看着周氏微变的脸色，我胸腔快意迸发。她们跟你一样，都是曾经的贵女，如今家逢大难，碾落泥里。但国公爷素来心善，怜惜她们孤苦无依，便带入了府中。以后你们便是姐妹了，务必好生相处。杨氏和黄氏的身份是被我粉饰过的，他们二人虽出身官家宗室，却早已沦落风尘，在烟花之地长大，学了一身狐妹子功夫，能歌善舞，一身绝技，让其装风尘女，马上柔媚入骨；让他们装贵女，马上端庄而矜持。看着两个强有力的竞争者，周氏咬碎了银牙，自然再也没工夫与我打擂台了。夫人，悠着点儿。自从3位姨娘进门后，府里这钱花得跟流水似的，您再这么花，下个月怕是要喝西北风了。嬷嬷，你错了，这些银子我不花，有的是人替我花。他们抢了我的男人，花着本该属于我和孩子们的银子，将来还有可能登堂入室抢占我的位置，我又何必再省？鲁大的妾室云氏，逼死琳琳后，在百宝阁与我短兵相接。这头像我买了，夫人另买别的吧。谁能想到，眼前这个前呼后拥、穿金戴银、俨然正式气派的云氏，1年前还只是个全家男丁被流放，女眷为奴为婢，到处给人磕头求收留的可怜文官千金。你一个给人做妾的贱婢，也敢在本夫人面前狂！你给郑国侯做妾斗死了原配，便以为高枕无忧，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这就是你张狂的报应。给人做妾做得很舒服是吧？天下文人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。不怪我瞧不上那帮文臣，表面上道德仁义，背地里却送亲闺女给武将做妾，教唆女儿斗原配，整嫡子。云氏宅斗厉害，奈何家族获罪，无法扶正。鲁大为了洗去身上的爆发味，娶了新夫人。这云氏不过是靠着护国寺圆通大师一句望夫的评级，才敢与新夫人平起平坐，还把威风使到我面前来了。我能容他吗？不但给了他2巴掌，还离间了他与新郑国侯夫人。你那望夫的把戏，也就骗骗鲁大那个蠢货，想骗过新夫人，天真。云氏的报复，当天晚上便来了。李氏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当众掌我老子爱妾，老子都舍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。老鲁，消气儿，消气儿。消个屁的气！你个村妇，老子今天不把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老子不姓鲁！老鲁，那人粗鄙凶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看在哥哥面上，饶他这回。饶？顾长风，你他娘还是不是男人？婆娘在外头肆野，你管不住，老子替你管！
行了行了，回头我收拾他。顾长风啊，顾长风，当年咱们一块上阵杀敌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德行。怎么，封了国公，却变得跟娘们儿一样磨磨唧唧？就这，一把年纪了还带这么艳的头面，也不照照镜子，配吗？哼！要我说，你就该把这婆娘休了。回头我给你介绍几个真正的高门贵女，年轻的、水灵的。咱们这帮老兄弟，谁不是换了几茬？就你守着这黄脸婆，寒碜不寒碜？他是在嫌我给他丢人了。行了行了，今儿这事儿看在老鲁的份上，老子不亲自动手。老顾，你自己来。老顾，老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我又怕又恨，怕的是鲁大确实是一条疯狗，位极人臣后本性毕露，再无从前同袍间的人味。更让我寒心的是顾长风，为了让这条疯狗消气，他竟真的妥协了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，老鲁家的人岂是你能动的？今日的小小教训，给你长点记性。父亲，父亲开恩，母亲虽有不是。程烨，郑国侯是妾身错了，妾身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请您看在琳琳的份上，原谅妾身。娘，鲁大是疯狗，更是杀人不眨眼。从战场上活下来的疯狗，已没什么人性可言。纵然披着一身人皮，但骨子里的暴虐不会随着加官进爵而消失，它只会变本加厉。行吧，看在世侄孝心可嘉的份上，饶你娘这锤。咱们一众老兄弟大都换妻纳妾，也就你福气好，遇上心软的老顾，你他娘还不惜福，简直找死！你躲什么？今天这事儿还不是你惹出来的？好好的你招惹云氏做什么？人家可是公认的旺夫命，鲁大最是迷信了，能不宝贝他吗？你堂堂国公爷，就任由一个侯爵爬到你头上？为了让他消气，你当众打自己的原配妻子，很光彩吗？他分明没把你放在眼里。鲁大就是条疯狗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打你还是留了力道。他要是不消气，还不知要闹出什么风波来。行了行了，回屋待着去，别给我丢人现眼了。娘，程烨，我要鲁大死，让他身败名裂，从天堂坠入地狱。我想鲁大死不是一天两天了。琳琳咽气那日，我握着他只剩骨头的手，他先要我好好活着，最后说了2个字：报仇。今天顾长风那一巴掌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知道想要鲁大死不容易，但事在人为。鲁大这条疯狗乍然显贵，毛病全冒出来了，草菅人命，欺男霸女，宠妾灭妻，朝堂内外诟病如山，文官们早就不满了。程烨，你负责去找可靠的人，暗中接触琳琳留下的2个孩子，他们在鲁大和云氏的眼皮底下活着战战兢兢，心里早有恨意，如今只差咱们去点一把火。儿子明白，定会做得滴水不漏。程平，你利用书院读书人的身份，专挑那些御史常出没的茶楼酒肆，简直荒唐至极！顾兄，何故发这么大火？那些御史一天到晚只会盯着弹劾我父亲行事粗鄙，可真正该死的郑国侯，他宠妾灭妻，逼死发妻，草菅人命。到了他这儿，那些自诩清流的御史们，倒全都成哑巴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郑国侯那事儿谁不知道？说得对，御史台欺软怕硬，枉为百官表率。严惩宠妾灭妻之徒！郑国侯，严惩宠妾灭妻之徒！我则进宫求见皇后。此座皇后也是苦过来的，陪着皇帝从马背上颠到龙椅上，如今看着3宫6院那些挺着肚子的宠妃，她的苦比我们只多不少。娘娘，琳琳死得惨啊，还有那些原配旧人，如今也一个个没了，病逼的，送回老家的，还有那些连怎么没的都没人敢提。他们留下的孩子本该金尊玉贵，受父母荫长大，如今却被人踩进泥里，任人欺辱。当年在军营里，琳琳帮皇后扛过粮草，熬过草药，那些同甘共苦的日子，皇后从未忘记。你想怎么做？你想怎么做？我要鲁大以宠妾灭妻的罪名夺爵毁劝。这个罪名盯不死他，他的从龙之功是实打实的，皇上本就阴压了他的爵位，对他有愧，这些年的放纵都是皇上对他的补偿。娘娘，你想过没有，那些文官为什么拼命把女儿往武将家里送？明着是嫁女做妾，
按理呢，鲁大纳了文官千金后，弹劾他的折子少了多少？那些没纳妾的3天2头被参。我家顾长风为什么纳周氏？不就是被弹劾怕了？武将的根是什么？是从龙之功，是20多年出生入死，领兵之权。文官们要把这根挖了，换上他们的人，他们的血脉。等这帮武将都成了文官的女婿妾妇，他们还听谁的？娘娘，可若有一天这帮武将的心都不在皇上这儿了呢？或者说，等这些武将全都没了，新任的公侯伯爵们可都是这些文官的血脉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等弹劾的折子够了，请娘娘亲自上书。您是皇后，是陪皇上吃尽苦头的原配，您替鲁大的原配叫屈，就是替天下所有受苦的原配叫屈。皇上听了，愧的不只是鲁大，还有他自己。我没再说下去，有些话点到为止。后宫那些宠妃也该有人敲打敲打了，皇后这口气也该出了。等鲁大倒了，那些忘本的男人睡觉都得睁一只眼。半月后，御史们被承平激得上了折子，弹劾鲁大宠妾灭妻，逼死发妻，纵奴行凶，霸占民田。鲁大派家丁把那几个御史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，这一打炸了锅。硬骨头的御史连夜写折子，洋洋洒洒写了鲁大几10条大罪。什么人？会奏效，这俩孩子。草民状告生父郑国侯鲁大，与宠妾云氏暗中合谋，逼死嫡母。告亲爹！人证物证一应俱全，求青天大老爷为王母做主。鲁大被责令在家闭门思过，但他依然满不在乎。闭门思过，做做样子罢了，法不责众。这满朝的同旁兄弟，一半人都在纳妾娶继贤，凭什么单单罚老子一个？何况皇上心里对老子有愧，老子这爵位稳得很。他不知道民间已经炸了，书院的书生们天天聚在茶楼骂他。乌龟鲁乌龟。市井小儿编了童谣传唱，说书的把鲁夫人的故事编成段子，说到动情时满堂抹泪。鲁大被弹劾那日，顾长风把自己关在书房写奏折，隔着门我听见他骂了一下午。娘的，那些酸丁就是见不得咱们武将军好。当年老子们打天下的时候，在别裤腰带上，他们躲在后方吟诗作对。如今享了几天清福，就眼红了。承平，傍晚，他把承平叫进去，骂声如雷。你鲁叔叔小时候还抱过你骑马，你他娘的忘恩负义！他打上门来逼你打我娘，乳母之仇不共戴天。父亲身为丈夫，不为我娘做主，反为着外人殴打原配发妻，此等行径又有多高尚？你们懂个屁！鲁大是条疯狗，睚眦必报。当时我不打你娘，如何消得了他的气？承平，你不知道鲁大的安撒，现在他被困在府里出不来。要是让他知道是你在背后串联，他能放过你？若是他当真打上门来，咱们就说是你这个一家之主让他们干的。蠢妇、愚妇，你竟然如此坑我！为了防止鲁大事后报复，我建议国公爷即刻上书，痛斥鲁大心怀愿望，早有异心。证人嘛，原鲁夫人临终遗言，够不够？你这是要彻底弄湿老鲁？从他逼死琳琳那天起，我就想要他的命。他为了个妾上门羞辱我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怎么弄死他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睚眦必报？你不也变了吗？封国公之后，目中无人，吆五喝六，左拥右抱。我如今好歹是国公夫人，自然也该高高在上，六亲不认，顺我昌，逆我亡。国公爷赶紧写，鲁大必须死。一则报他上门羞辱你妻儿的仇，二则也可以掩盖你是孬种的事实。到时候你对外宣称鲁大欺人太甚，为了个贱妾逼我打自己妻儿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浑人？我也是看在昔日同袍份上，对他多有忍让，他当真以为我是病猫。三则鲁大一倒，他手里的些兵权总得有人接。这前边写他心怀愿望，抱怨封赏不公，后边又请皇上从轻发落，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？国公爷只管写，皇上自有定夺。放心，不但要写，还要让世人皆知你为何写。你是为了护妻，为了给原配讨公道。读书人最看重这个。父亲，护妻的名声传出去，文官们对您会高看一眼。书院那些同窗最敬重重情重义之人。奏折递上去的当晚，就传遍了宫内外。顾长风这粗人倒是个重情义的，鲁大欺人太甚，逼得老实人都急眼了。虽然仍未惩罚鲁大，但顾长风的名声确实扭转了不少。这天，顾长风的大醉。夫人，那天是我不对。恶心死了！琳琳死的时候，握着我的手说报仇，她没说怎么报，但我知道，有些刀得借别人的手。
随后，皇后的折子递上去了，不是简单的弹劾，是泣血陈情。从当年在军营里扛粮草说起，说鲁夫人如何贤惠，如何吃苦，如何被活活搓磨致死，说天下原配如何受苦，武将忘本如何寒心。文官与武将联姻背后藏着什么？臣妾斗胆，请陛下为天下受苦的原配讨一个公道。当晚，皇上去了皇后宫里，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镇国侯鲁大宠妾灭妻，逼死发妻，夺爵爵毁劝，贬为庶民，永云氏，乱棍打死！其他同样宠妾灭妻、另娶贵女的勋贵，同样被严厉申斥，不但被罚俸3年，还逼他们为发妻守孝1年。夫人，鲁大倒了。夫人，您怎么不高兴？高兴什么？鲁大倒了呀！嬷嬷，你说顾长风此刻在想什么？顾长风这些日子老实的不像话。皇帝敲打勋贵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，他天天来我屋里点卯，却连妾室的门都不敢登，去睡外间罗汉床。夫人以前从不嫌我，近日请了几位举人进府授课，看着那些森心学子，内敛儒雅，温文俊逸，谈吐有物，出口成章，只觉再看看人都年轻了。夫人竟能说出如此多成语。我爹好歹是秀才，祖上出过进士，随你做了26年粗人，不代表耕读之家的传承就断了。这些年来，随你南征北战，生儿育女，侍奉公婆，稳定后方，可我从未放下过书本。如今做了国公夫人，更要与时俱进。暮云，我忽然发现你这身打扮不比那些前朝贵妇差。人靠衣装，总不能给国公爷丢脸。暮云，我发现暮云最近对我淡了许多。这话该我说才是。自周氏进门，国公爷待我已不若从前。暮云，从前你都叫我大郎的，什么时候竟如此生分？人总是会变的。我学着那些士大夫看泥腿子的眼神，只用眼角瞟他。堂堂国公爷，言行举止也该克制了。有吃饭不许发声，喝茶不许弄出响动，不许当众剔牙。每说一句，他气势就矮一截。站要有站相，坐也要有坐相。坐了不到1盏茶，又屁颠颠凑过来。暮云，窗外阳光正好。暮云妹妹，从前发达了，他也是这样屁颠颠凑过来，喊我暮云妹妹，说等发达了让我做诰命夫人。如今诰命有了，可他那声暮云，我再也不想应了。鲁大倒了，第一个被夺爵毁劝的从龙之臣。消息传开那日，顾长风书房里挤满了人，36位开国勋贵、国公、侯爵、伯爵，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。老顾，皇上这是要卸磨杀驴了，咱们怎么办？皇上还没怎样呢，诸位就慌了。当年你们嫌弃糟糠鸡的时候，可想过他们是什么心情？老顾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就纵容一个妇道人对咱们指手画脚？我说老周，你为了娶贵女逼死嫂子，还不许人说，逼死原配就不说了，孩子好歹是你亲骨肉，心腹过门就把孩子送回老家。15岁的半大少年壮得跟头牛似的，回老家没多久就没了，说是水土不鼻，也就只有你信。那孩子被他娘宠坏了，我管不住。老周，我打断你一下，你最近是不是腰酸背痛，力不从心？你怎么知道？人老了，正常。是啊，生老病死谁也逃不过。好在心腹肚子争气，替你生了嫡子。等你死了，你那心腹便是大燕朝最年轻的国夫人，你那儿子便是全大燕最小的国公爷。话说到这份上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老周，你辛苦大半生，到头来为人作嫁，这就是你喜新厌旧的报应。刘侯，你既使奔进门3年，原配留下的2个孩子，一个落水，一个摔马，你说是意外？你最近是不是也腰酸背痛，夜尿频多，精神不济，有时候连弓都拉不开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那继室是前翰林家的小姐，她一个远房亲戚，便是杏林界的女大夫，专在各家内宅行走。我看像下一位，赵侯。行了，说了，嫂子，我回去就查。满屋子锦衣华服的大老爷们儿，一个个面如土色，他们脸上总算有了那么点后怕，不多，但够他们疑神疑鬼一阵子。36个人，他们的原配夫人我全都认识，除了早逝的几位，还活着的诰命夫人，一个巴掌数得过来，触目惊心。我回到正院，让嬷嬷熬了碗养生汤。顾长风跟进来，一会儿搬椅子，一会儿扶凳子，没话找话。喝的什么？养生汤。你才38，养什么生？
当年随你东征西伐，落下不少病根，是该好生调养了。不然我要是死了，便会有别的女人摘我的桃子，花我的银子，欺负我的孩子。夫人多虑了，我顾清风岂是那等嫌弃糟糠之人？我就算死，也绝不会让那些妾室踩着我的尸骨坐享其成。我一定会活到99，熬死你们这些忘恩负之人。夫人，我可没有宠妾灭妾。是我的错，我不是人，我马上去把周氏他们赶出府。回来！我岂是那等善妒不容人的？你辛苦大半生，享受几个女人怎么了？那也是他们的福气。但有一点，管家大权、家中产业、国公府的爵位，必须留给我的孩子。这是自然，我可不是老周那个蠢人，辛苦大半生，到头来为人作嫁。还是夫人厉害，一眼就看穿了那些女人的伎俩。周氏平时对你可还安分？她堂堂前侯府嫡女，一朝落难，只能给你这个大老粗做妾。你以为她当真甘心？既是进门，必生野心。国公府的爵位是块肥肉，谁不取而代啃，他会排除异己，对付原配的孩子，然后取而代之。周虎、刘威，哪个不是这样？就问国公爷，怕不怕？应该不至于吧？最近还挺安分的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老祖宗造字的时候，大约早就料到了。鲁大被贬为庶人后，我就知道他会来，只是没想到他来得这样快。你干的好事！现在老鲁都提着刀找上门了。带了多少人？180个吧，都是他昔日的亲兵。够了。你去哪儿？点兵。疯了！你去哪儿？点兵。疯了！那是鲁大，你敢当街嘎他？打蛇不死，后患无穷。正要找他，他倒自己送上门了。那也不能众目睽睽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与国公爷无关。从现在起，你装病，国公府全由我打理，外头的事你一概不知。问起来，全推到我身上。快去，让周氏好生服侍你，最好装得像些，别被人发现。那你自己小心。这个男人一辈子就这样，遇上打仗以外的事，尤其人质麻烦，就喜欢当缩头乌龟，躲到我背后。从前我恨铁不成钢，如今我只觉庆幸，没了他在旁边碍手碍脚，这500府兵才能如臂使指。顾长风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庶民鲁大挟械围攻国公府，以下犯上，按律当诛，斩其一臂者，赏银1000两。顾长风，你个缩头乌龟！老子当年救你性命，你就让个娘们出来杀老子！云氏不是忘你吗？怎么不忘了？惊扰夫人了，来人，把这狂徒抬走。皇上果然仁慈，鲁大虽被夺爵，毕竟是前邸旧臣，皇上赦了他，让太医救治。我不急，回府先让太医给顾长风灌了安神药，伪装成病重。鲁大带人冲撞国公府，国公爷旧疾发作，当场病倒。臣妾慌乱无助，一时激愤，才下令诛杀此绕。求皇上看在国公爷为皇上出生入死的份上，治臣妾一个人的罪。鲁大欺人太甚，当日他为了个妾室，打上门来，逼着国公爷休了我，臣妾忍了。可他不该在国公爷病重时还要杀上门来。难道我等糟糠妻就只配跟着男人吃苦，不配享福吗？孰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老顾能有今日，你这个贤内帮功不可没。鲁大自来张狂，有今日之祸也是咎由自取。出宫时，我怀里揣着御赐的补品，身后跟着皇上指派的太医。消息当天就传遍了京城，来探病的人络绎不绝。嫂子，那些开国功臣们，从前见了我最多点个头，如今一个个恭恭敬敬喊嫂子、弟妹，进门先问安，走时必道谢。他们也曾去探望过鲁大，顺便向我说起鲁大的惨状。整个胳膊都没了，身上大小伤口无数，虽经过太医医治，但情况依然不大好，估摸着时日也不多了。续娶的夫人早已丢下和离书，带着嫁妆回娘家了。身边亲信也都走光了，只剩下2个孩子，真是可怜。活该，这就是他当初逼老段羞辱我的下场。鲁大咎由自取，不值得同情。对，完全不值得同情。我站在廊下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笑了笑。他们说我巾帼不让须眉，说我护肤心切，重情重义，说鲁大活该，咎由自取。
没一个人提鲁大娶心腹时，他们那副羡慕的嘴脸。也是，谁会记得呢？从前他们只记得糟糠妻的粗鄙和令人生厌的衰老容颜，却不会知道把糟糠妻逼急了，也是要人性命的。顾长风的病来得蹊跷，太医换了又换，药灌了一碗又一碗，人却一日沉过一日。最急的不是他那群生死兄弟，也不是我，是周氏。他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，亲自熬药，亲自喂药，眼眶哭得通红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我每次进出只拿眼角扫他一眼，那眼神里的阴冷足够他哆嗦半天。国公爷，妾身害怕，夫人看我的眼神像是要杀人。顾长风躺在床上，身子发沉，脑子却没坏。他看着周氏，又看看我，目光里渐渐浮起狐疑。暮云，我这病是不是？国公爷放在心尖尖上的可心人，进门半年，从库房支走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金饰、玉器、前朝古玩、御赐贡缎341件，8折的册子都装不下。我又递过去第2本，这是他从账房支取的银子，刚开始10两20两，后来100两1000两，半年37000两，够养一支丝军了。不愧是前朝去的东府精心培养的嫡女，云氏跟他比，小巫见大巫。来人，把那贱人给我叫来！周姨娘这是有郁了，夫人好眼力，妾身这2日总是呕吐。嬷嬷说可能是有喜了，本想禀告夫人。乱棍打死！给我乱棍打死！至死他都不明白，为什么有喜2个字换来的不是怜惜，是杀身之祸。他不懂，他那些前朝贵女姐妹们都不懂，这群从尸山血海主爬出来的男人最恨的是什么？不是偷钱，是偷家。他们把夫家的东西往娘家搬，以为是寻常宅斗手段，却不知在这些人眼里，这和敌军细作掏空粮草挖断后路是一回事。周氏死后，顾长风派兵抄了周家，只找回一小半东西。跟着国姑爷出生入死20年，从来都是咱们抄别人家，没想到让一个女人把老底抄了。顾长风听完，靠愤怒支撑的最后一口气，彻挺挺地倒了下去，整个人彻底泄了。再醒来时，已经说不出话了。我坐在床前看着他的生死兄弟周虎疯了，原配和嫡子死因查明，真是新夫人下的手。当时我那最低级的挑唆，不过是见不得他过得太滋润，特地胡诌的。但周虎却信以为真，回去后就让人把新夫人身边的人抓来拷问。普通人在酷刑面前什么都会招的，然后一语成谶。新夫人还真给他下过毒，只是剂量轻微。新夫人所出的质子跪在地上哭求：“爹爹不要杀我娘！”这个在战场上一夫当关的男人当场嚎啕大哭。鲁大为什么轻易被夺爵？宠妾灭妻只是由头，真正要命的是他与前朝联姻。皇上造反就是被那群士大夫逼得活不下去，好不容易把他们踩下去，你们倒上赶着联姻，皇上心里能不忌惮？周氏虽不是前朝毒瘤，只是被牵连的普通勋贵，但你可知我的父母是怎么没的？他想起来了，周氏的父亲前朝定低侯，当年欺男霸女，逼死他岳父满门，而他把妻子的切齿仇人之女迎进府里，还要逼着妻子善待他。国公爷安心走吧，你的使命完成了。我跟着你苦了大半辈子，也该享清福了。你走后，没有男人在上头管着，没有夫纲压着，不会再有人骂我黄脸婆，再也不会有人嫌弃我。我都算计好了，皇上也会因为你的英年早逝，进而善待咱们孤儿寡母的。毕竟死了的功臣，可比活着的功臣更能让帝王放心。自你封爵后，我就一直在想对策，要怎样才能让你体面活到老。我一心为你着想，你却处处剜我的心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早点死，早点体面。还是要多谢你，我总算能安心享清福了。我才39岁，若是看中了哪个年轻小官，也可以召进府里来。忘了告诉你，当初你喝下的并非绝子汤，而是朱砂。朱砂量不大，不会要他的命，真正要他命的是后来那一碗加了量的汤药。当初我小妹被周家作践致死，肚子里已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而周氏当时不过8岁的小姑娘，就那样看着我小妹痛苦哀嚎而死。她眼里的光一寸一寸吸下去，良久，她重重吐出一口浊气，缓缓闭上了眼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往外走，走到回头看了一眼，她神色倒是安详，想来应该是想通了。一如当初她说要纳妾时，我也是这般神色。顾长风的丧事办得格外隆重，我把丧事都交给了2个儿子，皇上也很给顾长风面子，葬礼上便下旨册封程烨为新任荣国公，次子程平还能参加接下来的恩科。皇帝对段家的赏赐格外丰厚。我没去灵堂，但前来看望我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，他们都是我这些年结交的，有原配，有继室，也有如我一般熬过来的。
我出现在灵堂时，所有宾客齐刷刷地望向我，目光里有敬重，有试探，也有一丝藏不住的敬畏。诸位，老顾没了，我一个阮居妇人，以后也不方便再与大家见面了。不过荣国公府的门随时为诸位夫人开着。从前我们聚在一起，只能哭，哭男人变心，哭自己命苦，哭孩子可怜。往后聚在一起，可以做点别的了，比如让那些忘恩负义之人都睡不着觉，比如让那些总喜欢摘桃子的高门贵女们知道糟糠妻的刀藏在哪儿。窗外天已经黑了，我第一个走出灵堂，我要去享受我美美的寡妇生活了。